大家好，我是大王。今天开始推出我的播客系列节目，今天是第1期。每年我都会选择1、2部精品的悬疑剧和小王一起看。这2年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呢，一个是《漫长的季节》，另外一个就是刚刚热播完的《命悬一生》。其实《命悬一生》在制作和剧情方面逊于《漫长的季节》，但总体来说也算是相对质量较高的一部剧，推荐大家观看。尤其是这2部剧有一个非常共同的看点，那就是在命案悬疑之下，通过漫长的篇幅描绘了小人物的一生。命悬一生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人物的选择和他们的命运紧紧相连。今天就想和大家聊聊这部《命悬一生》，以及底层人物的命运和他们的选择。这部剧不仅是一场跨越了南北的连环凶杀案，更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人生中那些至关重要的选择时刻。而每个人的命运其实都藏在那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决定里。命悬一生里面的每个主要人物最后几乎都走到了悲剧的结局，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他们在人生的关键节点做错了选择。先说徐庆丽，她本是村里的语文老师，性格内向，喜欢读书。为了初恋田宝珍，她放弃了安稳的教师工作，进城打拼，成了糖厂的工人。可是田宝珍不甘于现状，努力自考，提升自己，而徐庆丽却安于现状，两个人的差距越来越大。当田宝珍在毕业的时候提出分手，并嫁给糖厂厂长儿子包德胜之后，徐庆丽的人生就彻底失控了。在包德胜的订婚宴上，她的愤怒预言竟然成真，新郎当晚遇害，而她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为了逃避包家人的追杀，徐庆丽在逃亡中目睹了曹小军和吴细妹埋尸的场景，而那个死者倪向东又恰好与他有7分相似，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选择，冒用倪向东的身份，用烙铁灼伤自己的额角胎记，从南方逃到北方，试图开始新生活。可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当他和曹小军在工地又重逢的时候，一次醉酒后的真心话又引发了曹小军和吴细妹的杀心。每一个错误的选择都是把他推向了更深的深渊。其实一个人内心的秘密，哪怕是再好的朋友也是不应该吐露的呀。那每一个错误的选择就把他推向了更深的深渊。再看曹小军和吴细妹这对夫妻，他们本来也不算是穷凶极恶之人。曹小军曾经挺身而出，带着怀孕的吴细妹远走高飞，共同抚养并非他亲生的孩子。如果他们踏踏实实的继续经营好搬家公司，哪怕不能发财致富，但小日子过好肯定没有问题。大家知道，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中国整个社会蓬勃向上，改革春风吹满地，到处都是机会。其实如果愿意动脑筋出力气，就有赚钱的机会，未必大富大贵，但是维持正常人的基本生活应该问题不大。他们刚刚出社会的时候，偏偏选择了与倪向东这样的烂仔纠缠在一起。当矛盾开始逐渐激化，他们并没有选择悄悄离开，而是在一次冲动中用暴力解决问题。更致命的是，他们明明已经在魏海过上了安稳生活的时候，又竟然想通过陷害徐庆丽来骗取保险金，同时消除他们心中的隐患。这种伎俩真的是太低级了。保险公司那一看就是疑点重重警方更不可能视而不见。可以说他们一步错步步错，每一次错误的选择他们都是在给自己挖坑。还有一个细节也令人非常唏嘘，他们的孩子生病了，本来他们远走高飞到了魏海，生活已经有了一定的希望。到了新的城市，曹小军吴细妹都还年轻哪怕他们不靠脑子，就靠一身力气也能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可是孩子的病又把这个家庭拖入了深渊，巨额的医疗费用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绝望之下，最终他们选择了又一次的铤而走险。而在剧中这一群走向毁灭的人中，只有一个人把命运牢牢握在自己的手里，那就是田宝珍。田宝珍的人生从一开始跟徐庆丽一样低至尘埃。在村里人眼中，她是那个嘴甜甜心勾勾的不安分女人，可她才是那个真正早早就看透了人生的一个人。那个禁锢女人的好字儿，她的母亲被夸了一辈子的好女人，可离世第2年，父亲就再娶了。这样的婚姻让田宝珍不仅不相信爱情，而且她做选择时从来不把感情放在第一位，她坚定地做向上的选择。
他一直在等待时机，等待离开村子闯荡的时机，等待做工人进入工厂的时机，等待从工人进入厂办的时机，等待换岗之后的备考时机，等待与徐庆丽谈分手的时机。他永远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为此要付出什么代价。分手的那场戏可以说既是演员江佩瑶的演技大赏，也是他饰演的人物田宝珍个人魅力的集中展现。在这场戏里面，田宝珍说，爱是2个人的事儿，女人为什么不可以变心呢？还说我阿妈会为我高兴的，我没有困在一个好字里。你说我是坏女人，没关系，我不在乎，这就是我的选择。田宝珍不否认欲望，不在意世俗，不留恋过去，不甘心认命，保真想要，保真努力，保真得到。他在这个过程中失去的其实只是徐庆丽那份廉价的爱情，而他得到的其实是他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他是全剧唯一一个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的人。说到选择决定人生啊，就让我想起了好莱坞女星艾梅伯希尔德的真实经历。这可是她在大洋彼岸的真实经历啊！其实和命悬一生的人物一样，她同样在证明着，即便拿到天崩开局的剧本，那一路走高，但是如果持续做错选择，最终也会自食其果。艾梅伯出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问题家庭，他的父亲是承包建筑商，酗酒成性，醉酒后暴力对待家人，家里面往往没有热水，没有稳定的食物。10岁的艾梅伯就开始打工包括清洗马厩、修剪草坪，自己赚钱。17岁那年，他的好友因为车祸去世，这让他彻底放弃了天主教信仰。同年，他向家人公开了自己的双性恋身份。在保守的德州就遭受了异样的眼光，最终他选择辍学逃离。他逃到了好莱坞，蜗居在蟑螂横行的廉价公寓，靠打零工和跑龙套为生。在好莱坞这个名利场，导演和制片关注的不是他的演技，而是他的身材和美貌啊。即便在小有名气之后，他依然被主持人当面调侃身材。他曾经在采访中无奈地说，他们用你的身体当诱饵，却要求你假装这是艺术。这些被物化、被当成筹码的经历，让他内心深处对男性对这个行业也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和愤恨。可以说，他把美貌当成武器，把男人当成了向上爬的阶梯。2011年，25岁的艾梅伯正值颜值的巅峰，他遇到了48岁的好莱坞顶流约翰尼·德普。当时的德普事业如日中天，加勒比海盗系列让他赚得盆满钵满，还有一位陪伴了14年并且为他生下了一双儿女的伴侣凡妮莎。可遇到艾梅伯的那一刻，德普的一切都变了。德普每天派人送给艾梅伯一束玫瑰，晚上就手写情书，用各种诗歌表达爱意。毅然决然地和14年的伴侣凡妮莎分手了，把艾梅伯娶回了家，还有在自己身上纹了艾梅伯的画像，还买下一座岛屿以艾梅伯的名字命名，并且没有签署任何的婚前协议。这意味着他拼搏这么多年的亿万身家，如果离婚的话，艾梅伯有权拿走一半。当时的媒体就评论，这金童玉女的世纪爱情真是一场神话呀！没有人想到，这场神话的保质期仅仅维持了15个月。2016年的5月，艾梅伯向法院提交了离婚申请，并且向媒体放出一张自己脸上带着淤青的照片，声称长期遭受德普的家暴。这让昔日的好莱坞男神一夜之间沦为人人喊打的对象，口碑事业双双崩塌。就在德普深陷泥潭的时候，另外一个世界顶级男人出现了，首富马斯克。德普在法庭上曾经甩出一段电梯监控视频，在视频里，艾梅伯和马斯克穿着浴袍在德普家的私人电梯里亲密相拥，而这一切发生在他与德普的婚姻续存期间。艾梅伯和马斯克2个人很快就各自离婚后，火速公开了恋情。马斯克非常迷恋艾梅伯，并且有非常强烈的控制欲。你想，在普通人的心中就认为，你看艾梅伯已经拥有了世界最顶级的年轻有为的马斯克作为人生的伴侣，可以说此刻的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应该好好珍惜按理说，在马斯克的这个宠爱和加持之下，再加上艾梅伯的颜值身材以及还不错的演技，那么他应该会拥有好莱坞最顶级的资源，会成为一系列大片的女主角，跻身好莱坞顶级女星。很可惜，无论是马斯克还是马斯克的资源，艾梅伯仿佛没有好好珍惜。后来艾梅伯在采访中直言，他说自己从来就没有爱过马斯克，
只不过呢，马斯克是他和德普分手之后填补空当的备胎而已。再之后，2022年的4月，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社会性死亡之后，约翰尼·德普终于无法再忍受，他在弗吉尼亚州以诽谤罪将埃梅伯告上了法庭。在漫长的审理之中，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比如著名的床上拉屎事件，还有德普提供的录音，可以清晰地听到埃梅伯承认自己动手打了德普。德普的保镖和德普的前女友也纷纷出庭作证，说德普其实并没有家暴的倾向和行为。最终陪审团裁定德普胜诉，判决埃梅伯赔偿德普1350万美元。这些真相和法庭的判决生效之后埃梅伯面临的他不仅仅是名誉扫地，还有实实在在的财务危机和影视资源危机。最终他钱没有留下多少，信誉也破产了。好莱坞这个最现实的名利场也立刻让他尝到了人走茶凉的滋味。可以说埃梅伯并不愚蠢，而且可以说他很聪明只是在他并不愉快的童年生活之后，本来他的人生路已经开始一路向上，甚至一度让好莱坞的顶级明星和世界首富都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为他全心全意的付出。这之后他为什么又接连做出了系列的错误选择，让自己的人生陷入了低谷呢？可以说童年他遭受的暴力、贫穷和挣扎，塑造了刻在他血液里的那一部分的黑暗人格，让他缺乏共情能力，习惯操控和欺骗，又非常的自恋。而这样的人格最终让他无法把握住和谐的亲密关系，酿成最后的苦果。那些童年未曾愈合的伤口，其实并不会随着时间消失。好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受益终身，而不好的童年却可能要用一生去治愈我们回到《命悬一线》这部剧，曹小军和吴曦媚的悲剧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底层人民的生活困境。前面已经讲到，其实他们本来已经看到了新的希望，到了新城市。曹小军和吴曦媚都还年轻，即便他们没有学历，但是靠一身的力气和肯吃苦的精神，也能过上还算比较正常的生活。可是孩子的生病将这个家庭又拖入了深渊。如果不是被巨额的医疗费用压垮，也许他们就不会选择铤而走险。试想，如果全民免费医疗是无法承受的重担，那么对于儿童的全额医疗保障是否能够首先解决呢？如果能够做到，那很多家庭就会从悲剧中摆脱出来，孩子看病的经济问题解决了，那在家庭和父母身上的最大的负担也就解决了。放在曹小军和吴曦媚的身上，也许他们就不会选择铤而走险，也会多了很多选择的空间，他们也会更为理性，无论在工作方面还是生活方面的信心也会截然不同，这绝对会影响他们在做选择时候的思考方式。可以说一个社会对底层人民最基本的保障，特别是对每个家庭最珍视的孩子的全额的医疗保障，如果能够实现，这是多么重要尤其是在中国生育率一路走低的当下，这方面如果能够做到，可以说意义非凡呢。孩子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也是每个家庭的未来和希望。当一个社会能够让每个家庭不再因为孩子生病而陷入绝境的时候，那么人们在面对人生的岔路口的时候，就会拥有更多选择的自由，而不是像曹小军和吴曦媚那样，他们被生活逼到了墙角，做出了那些不可挽回的不理智的错误决定。这些错误决定也最终决定了他们的悲剧人生。这部剧表面上是一个悬疑的犯罪故事，实际上是一部关于选择的寓言。徐庆丽、小军、吴曦媚还有倪向东，他们的人生悲剧都源于一次次错误的选择。只有田宝珍始终把命运握在自己的手里，坚定地走向自己想要的生活。我看到一位观众非常幽默的评论他说：宝珍在一些人的眼里好像你是一个坏女人，抛弃爱情，攀附权势，但是你看宝珍失去的是什么？她好像就像一条鱼失去了自行车一样，但是她得到了水她得到了海洋。同时埃梅伯的真实故事也告诉我们，即便拥有美貌和机遇，如果不断做出错误的选择，其实最终也会自食其果。其实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选择改变命运，有些选择毁掉人生，有些选择焕发新生。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我们都应该停下来认真思考，每一条路通向哪里，这个选择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可以说，今天的每一个选择都在塑造着明天的自己。每一个人的人生剧本就是在这一个个选择中达成的，让我不由得又联想起杨振宁先生。杨振宁先生在2025年的10月18日去世，享年103岁。可以说，杨振宁的人生是幸福圆满的。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发布的杨振宁先生的那个精彩演讲，他简述了他精彩绝伦的一生，尤其重点谈到了他的人生的每个选择的关键时点是如何做的选择。可以说，他的一生如此成功，天赋异禀固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他总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最有利的、最正确的选择。选择决定命运啊，这绝对是这个世界运行的底层规律。好，本期播客就讲到这里，下期再见。